阿拉嘎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嘉欣。那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呢要试吃一下我们在越南买的伴手礼吧，也算是我们想要尝试比较喜欢的伴手礼，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过去的时候可以买这些伴手礼，然后我们的伴手礼有一些是导游推荐的，有一些就是他卖的。然后有一些是就是我老公呢的同学介绍的，然后他同学是越南人。那我们这次要先吃的是腰果，我们买的腰果有2种，就这2个啦。那这2个的差别呢，其实一个是我们的导游卖的，一个就是我老公呢的同学介绍的一个有机品牌吧，他们价钱都差不多，没有不一样。一样都是100 gram， 大概50块。这一个呢，你在市面上可能看不到，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弄出来的包装，导游他们自己弄出来的包装工厂之处。这个就是我们到那岘港的那 Lotte Mark， 对吧？就是那个韩国的 Lotte 的 Mark 买到的，它只有在那边才有，是吧？岘港的话只有这里有，而且我觉得它那边还算是蛮多类东西可以选的。那这2个腰果呢，其实都是带皮的。因为导游有说，其实带皮的腰果会比较好，带皮的就是比较干净一点。因为如果是那种去皮的，他觉得有一些他看过一些工厂，就去皮的，就是就可能弄在地上啊，什么比较肮脏，所以大家他就建议买带皮，然后没有调味的，一定要没有调味，因为调味有一些是为了盖过一些可能已经有一点过期变味的那种腰果，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原味，然后带皮的，最好也是找个品牌比较有信任的。这个有机的，所以我们也敢买。那我们就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我们现在要让我老公呢，就试试看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吃，有分别吗？好，我们现在要给我老公也品尝一下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我觉得这个平均大小比较大一点。对，我也觉得，怎么那个大小有点差？闻闻看，它就是有一种那种坚果的那种烘焙过的那种香味。这个就比较烘焙的香味少了一点，我觉得，但是它还是有自己的本身的香味，但是这一个就是更香一点。那你就试试看，到底哪一个比较香？来，我们先吃第一盘比较大颗的那个。对啊，我们挑一个这个皮比较完整的，自己吃，蛮香的因为我们买都是不加盐的。它其实有些微的盐啊，我看它的还是有一点点，是烘焙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吃起来就非常细微，大概它的香气，大概就是一点点提味了。吃怎么样？觉得？它就是也不是说很酥脆，因为它坚果本身有自己的油脂嘛，所以你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介于酥脆跟那种松软之间的那种口感。所以还不错，觉得会有一种坚果的香气在你嘴里，这样。来，我们来吃第2盘，那比较小颗的那一颗，那来吃看。我觉得它的皮比较咸一点。对，我吃到比较咸一点。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一点。对，就是它整个咬起来有那种坚果的那种香甜。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香气吧，跟我们平时吃的很像。整体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比较小的。我也比较喜欢吃小的。闻起来的话，第1盘的会赢，但第2盘的你可能会觉得它吃起来的香气更足一点。第2盘，但是其实第2盘，因为我吃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种咸咸的感觉。对，它皮你可以吃得出来，它皮是咸的，它是有一点咸味，而且也蛮脆的，它皮很脆。对，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可能烘焙的温度或者是时间都有差，但蛮有趣的是，2个 size 不一样，看起来一样，但吃起来味道完全就是还是差。所以你比较喜欢这个？对，你要猜猜看，它到底是哪一个？它应该是那个有机品牌的。你猜的？对，它是有机品牌。那有机品牌就比较小，然后这个比较大，看得出差别吗？这个也比较黑，这个比较白一点，没有烤那么焦，但香气确实有差。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大的香气大概有100，那这小的大概只有60分。但是这小的吃起来那坚果香气有100分，那这大的只有60分。对，就这样。那我觉得推荐小的，而且比较你也能买到。对，你就找 Long Farm， 应该是在蛮多地方都有的。但是确实 Long Farm 不错。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试吃的是那个水果干。
其实，在越南看到蛮多水果干，尤其是芒果干，但是我们这次没有买芒果干，因为我们本身没有那么喜欢它的芒果，而且他们芒果不好吃，所以做出来的芒果干一点不好吃。没有台湾的那个，没有艾文芒果做出来好吃。对，艾文芒果真的是台湾最好吃的芒果。那来看看我们到底买了什么水果干。哒哒，我们买了4包水果干。那其实我们在机场也看到超多的水果干，也是一样是有机品牌，越南有机品牌 Long Farm 的水果干。那其实如果不是有机的那种，我们也不太敢吃了，因为以卫生程度的话，会比较希望就是有一点有机、干净一点。或者是因为我们也怕有一些那种什么农药残留之类的，所以还是挑选这种越南的高级有机品牌。首先呢，我们买了西瓜，一个是火龙果，白色火龙果了 ，OK。然后一个是柚子，再来是 papaya， 就是那个叫什么木瓜，然后那个火龙果。百香果，那这4个呢，其实我们看起来都蛮想吃的，所以我们就买。它其实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吧？对，但是因为是这几种我们在台湾没有吃过，也没看过有卖，所以我们就买。那我们来试吃看哦，火龙果的白色的，因为火龙果算是没有那么甜。那它长的样子都，还可以看到果粒一粒一粒的。因为它这个就是那种白色的火龙果，有没有？所以大家常吃的话，就会知道白色火龙果其实会有一种自带的那种土的味道。它这个很自然的把那个味道也是还原的。我没有很喜欢呢，闻是闻不出什么味道，因为火龙果本身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它这个，我们看它成分里面大概就是加了5% 的糖，但是基本上不会到太甜。但是你还是吃得到它火龙果的酸，它的火龙果的甜。那我觉得喜欢吃火龙果的人可能喜欢，可以试试看。因为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的，而且它的口感又是有一种那种不是完全的脱水，你还是吃得到有一点水分，酸酸的。对，接下来要吃的是柚子，它是长这样的哦，就是柚子那个感觉就是柚子皮那种，有柚子皮。这个就是很原味，那感觉得出来，它就是它有加糖。很香，它柚子香，很香，尤其是像那皮的味道很香。就是你可以吃到它真的是柚子皮很纯的去做。越南的柚子我看到都是那种球形的，就是不是像台湾那种有一点像葫芦形的，所以你看它这个皮好像都是那种弧形。但你们柚子本来就分很多种。是没错啊，台湾那种圆那叫文旦。对啊，分很多种。那我觉得还不错。不错，推荐。我觉得可以买这个柚子的。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木瓜，但这个看起来其实很不像木瓜。你看，它就是那种颜色是有那种像什么软糖那种色素软糖的感觉。那它长的样子是这样，薄薄一片，然后有那个颜色黄啊、橘啊，跟我们平常看的木瓜不太一样，很不像真的木瓜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比较青色的木瓜，然后再加糖。它这里面有16% 的糖，但是你吃得到它的果肉，因为木瓜本来就水水的，所以它果肉其实比我们刚刚吃的那什么火龙果更有水分一点。它有一点像软糖那种糖果状的感觉的东西。但是你闻到它的香味就是那种青木瓜的香味。我们也很喜欢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化学的感觉，基本上跟你在台湾吃到那种橘红色的木瓜那个果肉的味道不太一样，我觉得不推荐。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百香果干，它是这样，闻起来酸酸的，像酸梅一样，打开起来，就是那种蜜饯打开来的那种味道。它大概就长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种子，百香果的种子，蛮深色的。但是它这个含糖比例就比较高了，有30%。可能这个东西太酸了。是我们在那边吃它新鲜的百香果，我记得还是算甜的，有一些甜，有一些酸。它香气是有的，吃起来是蛮香的，可以试，而且很特别啦。我觉得我们对特别的那种口味可以试试看。口感排行大概柚子干应该是最硬的。
然后这个大概是第二硬，然后再来是火龙果干，它最软的还是木瓜干。对，但是我觉得柚子干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最香，就比较接近我平时会有吃过的味道。最合你口味的。最合我口味。你呢？我觉得都差不多啊，因为我对这种水果的东西都还蛮爱的。好，那大家有机会去那边可以买看，这我觉得蛮少人会推荐的。因为这算是我们自己去品尝，他觉得还不错，可以买的东西。接下来呢，应该算是我们之前去越南的回忆。我们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榴莲饼，对吧？它里面像有点绿豆啊，然后它榴莲又蛮香的。它就是绿豆椪。对，有一点像绿豆椪，但是有榴莲味道的绿豆椪，那就是这个。那其实我们在台湾之前有虾皮买过其他牌子，但是我们觉得好像不是我们那时候吃到那么好吃的那种口感，就是我们2-3年前去过河内的时候吃到的那种口感。那这次我们就看到，这个包装有点像我们那时候买的那个榴莲的绿豆酥、绿豆椪，那榴莲饼。那我们就买来看到底是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味道，然后也看看到底好不好吃，这是不是值得推荐。打开的时候，它的包装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在里面，我觉得蛮好的分装包装，就是不会说你整个拿出来，然后全部都开着，就是可能会很快就坏掉。我们2-3年前买的是那种，你一开之后，它整包就是没有这种分包的。它长得就是这种一个饼糕的那种有点真像绿豆椪啊，里面是有蛋黄的，跟我们那时候买的不太一样，味道还蛮香的。来，我们来吃吃看，这个跟我们之前买的不太一样的。榴莲酥，我觉得吃起来蛮像之前我们吃的那个榴莲的香气，但是它的外皮就没那么酥脆。对，因为它整体偏向那种比较湿的那种绿豆椪，但是你又吃不到那种台湾绿豆椪那种，比如说那种郭元益绿豆椪，你可以吃到那种绿豆沙的那种口感。对，郭元益的那个绿豆椪不错。然后我觉得它里面包了那个蛋黄之后，那个整体的那个榴莲的，对，但是它整体榴莲的那个香气就没有这么足。但是还是可以啊。我觉得还是不错吃的。它榴莲香气是蛮足的，但是我觉得饼皮可能拿去再烤一下，对，可能会酥脆，就不错，可能把那水分蒸掉，偏酥。连它那个豆沙也是偏比较湿润那种。但是我觉得还蛮香的，它榴莲还是还不错，可以吃。对，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那他们一样的这个厂牌，但是呢，里面的食材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有加一点冬瓜的 jam， 就是它的酱吧，应该会比较甜。然后它长这样，它是浅绿色的，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是深绿色。但我觉得他每次他做的那个品质好像没有很好，就是你看这个跟上一个比较还是有点差，那个印都不在。它里面呢，其实跟上一个有点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颜色比较淡一点。它的豆沙的馅比较淡一点，跟上一个有差。我觉得这个它口感吃起来更湿润一点，就是它那个豆沙馅更湿润一点，然后它的蛋黄也没有这么硬，那整体我觉得更甜了一点，跟原来的还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没有吃到它的冬瓜香，可能都被榴莲盖掉了，因为榴莲味道太重了。我觉得很想把它拿去烤看，就是会不会变更香脆。好，那接下来是紫色的包装，就是芋头，有加芋头的 taro。芋头榴莲酥，它长这样啊，一样啊。你看，它就是有一点紫紫的，不好吃啊。芋头跟榴莲不搭，很甜。就是它这个芋头榴莲饼，它里面那个蛋黄的味道太重，基本上吃下去都是那蛋黄的味道，榴莲味道竟然都压不住，所以它这个榴莲比例应该是更少。然后我们看它成分里面有加芋头，也是有加一些那个冬瓜的酱，所以可能是加了芋头之后，它榴莲的成分更少了，所以整体的味道有点
乱，反正是蛋黄那咸蛋黄的味道基本上是盖过他们的，你还是吃得到一点点榴莲味道，但是吃不到什么冬瓜、芋头的味道。而且它蛋黄感觉吃起来不怎么香，反正就不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要就是试吃的是导游卖的，但当时我吃的时候我觉得蛮好吃，而且应该也算是越南国花是莲花嘛。那当然在那边呢很多那种莲花的产品啊，例如这个产品莲子干，这是莲子干，那它大概就长这样，然后这样子。然后可以一颗一颗吃，很清香，莲子的清香，其实很像那种零食，会你一直吃一直吃，而且还吃不出那种就加了很多原料，它是真的很原味的那一种。它这种莲子就是那种用冻干机去冻干的，就是冷冻干燥，水分都抽掉了，所以它果肉吃起来非常酥脆，对，基本上也没有油啊什么。去到他们那边超市的话，还是很多选择。对，大家如果有看到也可以买，但是主要你还是看它里面到底有加什么东西。推荐一定要买。那总结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吃了嘛，那你最喜欢哪一个？水果干吧。水果干。对啊。但是你要说哪一种水果干，其实我觉得差不多，都可以试一下。所以你觉得蛮值得买的，CP 值很高。对，100块就有机的水果干。这种一大包你在台湾应该100块左右应该是买不到。那我本身我最喜欢的就是莲子干，这个因为我觉得蛮特别，是我以前都没有吃过的东西。水果干至少我是吃过的东西，但莲子干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蔬菜干的，但是我没有吃过莲子。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腰果算是可以买来送人的那种，因为它算是很多人都会去吃。那这个榴莲呢，这个人呢，你想要试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我们当时去河内买的那种好吃，所以推荐买原味。对，这种深绿色的，这个就不错。那其实这整个全部都是算我们蛮喜欢的伴手礼啦。那尤其是越南，它其实蛮多的东西嘛可以买，尤其是吃的跟那些喝的咖啡茶之类的。那个是在下一集我会推荐给大家。那这一集的话，推荐的是吃的给大家。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真的买腰果、莲子干，还有水果干。那榴莲就是看大家有喜欢吃的话就可以买，然后也是可以买来送礼，因为价钱都很便宜。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